G20 峰会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，中国批准了这份公报，但是很多人没看懂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，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闭幕典礼上说，20国领导人通过了一项联合宣言，在最为敏感的俄乌冲突问题上，宣言说，大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，并强调这场战争正造成巨大的苦难，还加剧了全球经济原有的脆弱性。联合宣言还说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，同时呼吁全面、及时和持续实施让乌克兰粮食从黑海港口外运的协议。为什么是大多数成员国呢？因为俄罗斯方面反对这一段落的用词。印度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批准了峰会公报，从而引发了一些媒体人的关注。中国对俄乌冲突的中立态度变了吗？其实，在这段文字中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：宣言所使用的在乌克兰的战争，而不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。正是因为公报用词的中性化，俄罗斯也同意这份宣言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份平衡的文件，并没有谴责莫斯科，而是谴责战争本身。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给出的解释是乌克兰正在发动一场战争，这是西方发动并准备多年的混合战争。你也可以理解为 G20 峰会反对乌克兰战争的说法，在俄罗斯和西方看起来都是对反战的各自表述。而西方国家解释可以用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一句话来概括：由于俄罗斯总统所实施的政策，他在世界上几乎孤立无援，没有强劲的联盟伙伴。那么我们从 G20 峰会出现的情况能看出什么呢？首先，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面临的外交压力不是变小了，而是变大了。普京这次未参加峰会是明智的，拉夫罗夫提前离场也避免了尴尬。但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俄乌继续冲突，已经是大势所趋。虽然美国更希望利用这场危机来收割欧洲，但是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出希望尽快实现和平。其次， G20 峰会并不是西方国家的天下，谴责战争本身说明俄罗斯的立场仍然得到了印度、中国等国的理解，而俄罗斯也同意这份宣言，说明普京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是比较强的。最后，中国与俄罗斯有着非常好的战略互信，但是中国的外交舞台是整个世界。自疫情爆发以来，中国与西方国家元首级别的会谈就中断了，这也导致了西方出现了将中国捆绑到俄乌冲突上的声音。这次 G20 峰会，中国先后与法国、意大利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韩国和日本等国举行了首脑会谈。本着对联合国宪章尊重的精神，证明中国的外交有自己的智慧，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。总体而言，从 G20 峰会的联合宣言，我们能看到普京所面临的外交压力，同时呢，还有俄罗斯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。但是在乌克兰4个州已经并入俄罗斯的情况下，这场冲突通过政治谈判解决的前景似乎又被堵死了。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，只能通过战场得到，而打仗呢，又是整个世界都反对的，这的确是对普京的一场严峻考验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